迎您来到心灵咒语我的频道，我是信基律师和正平医师王丽慧。那么最近呢，在这个媒体上面，我们听到一则关于美国旧金山的一个新闻。那么美国旧金山的话，我想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因为它曾经被称之为是世界第一的旅游之都。也就是呢，你去到美国的话，你大概不能够不去一下旧金山吧。特别是呢，它的地标是这个所谓的金门大桥，那大家应该也是都是有印象的哦。而且现在呢，美国旧金山这个地方包含一个矽谷这样的一个区域。那我们知道，不管是 Google、Meta 也就是以前的这个 Facebook 嘛，那或者是说现在非常红的这个 Nvidia， 这些呢，全部它的总部都是坐落在矽谷。因此呢，旧金山到目前为止仍然是一个科技跟创新的一个重镇。那今天呢，我们要借着这个介绍美国旧金山的游民禁制令的事情，来跟各位介绍一下美国的司法系统。那首先呢，这一次的美国的加州游民的事情是由街友联盟他们向美国第9巡回上诉法院提起的一个诉讼。那么这里呢，大家会有几个疑问。第一个就是说呢，美国的诉讼很贵啊，街友怎么会有钱可以去请律师呢？那么第二个点就是说呢，为什么是向联邦第9巡回上诉法院提出，而不是向美国加州的州法院提出呢？那么第三个呢，大家要听的就是说呢，美国的司法系统，我们最常见的就是说有陪审团这个事情。这个是因为在美国电影里面看到的。我们先解释一下陪审团的这个事情啊。陪审团呢，整个在美国的使用率只有 0.7， 就所有的刑事跟民事全部加起来的话，它只有 0.7 的案件会真的进入到使用到陪审团。那么其他的呢，都是用和解或者是认罪协商的事情呢，就是搓汤圆就搓掉了哦。所以这个陪审团的事情，我们今天呢，先不用去考虑。那么第一点，我们要跟各位解释，在美国司法系统里面呢，会有所谓很多的法院之友，或者是说呢，有这个法律人，他们呢是愿意在重大的案件上面呢，免费的帮这些弱势的人呢做一个诉讼。所以虽然美国的诉讼确实非常的贵，但是遇到这种关键性的案件的时候呢，特别是牵涉到人道主义的时候呢，这个都会有人自动自发的挺身而出。那么这一次就是由游民联盟啊，他们帮这个加州的这个7位游民呢提出这样子的一个诉讼的，他们直接就向美国的这个联邦第9巡回法院提出哦，他们不是先去州法院提出之后，在上诉的时候才转到所谓的美国联邦的这个上诉法院，没有哦。因为呢，美国呢，它的提告的这个系统啊有2条，一条就是州的法院，一条就是联邦的法院。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美国呢，它是一个50州成立的一个联邦国家嘛，那你每个州它就有非常强的自治权，所以他们自己有他们自己的州法院，也可以就是呢3级3审啊，就是你第一次告完了之后呢，你还可以再上诉到第2审啊，然后再上诉到第3审这样。但是呢，在于州法院，他们就不是像我们台湾呢，第1审一定是叫地方法院，第2审一定叫高等法院，第3审一定叫最高法院。他们这个命名是不需要统一的，他们每一个州的命名方法都不一样，甚至有些州呢，它第1审第1级它就直接叫最高法院，所以这个命名我们不用去介意它。但是还有另外一个系统呢，就是它是跨州的哦。美国呢，它有50个州，但是联邦法院它只有13个，也就是说呢，每一个呢要管好几个州。那这个差别是什么呢？差别就是如果是州之内的事情的话，你大概州法院能解决嘛。但如果是牵涉到跨州的话呢，就是呢，你又不是永远都待在你这个州里面不动，你一定会跟别的州它有一些互动往来啊。这时候就需要联邦法院。那联邦法院它总共就13个，那么第1个到第11个的话，它就是第1联邦法院、第2联邦法院、第3联邦法院，就是都是数字。但它第12个的话，它就叫做哥伦比亚特区的巡回法院。哥伦比亚特区的话，它是白宫所在的那个区，它叫做一个特区，就是 Washington DC。那 Washington DC 跟 Washington State 是2个不一样的事情哦。Washington DC 这个特区它是在美国东岸， Washington State 华盛顿州它是在美国的西岸，这2个是不一样的事情。还有第13个，它就叫做美国联邦的区巡回法院，所以总共13个。刚好呢，这个联邦第9巡回上诉法院呢，它总部刚好在旧金山。那它管的呢，就是美国西部这边好多个州，就阿拉斯加啊、蒙大拿啊、内华达啊，我们常常听到的赌城啊，
拉斯维加斯啊，它就在内华达州然后华盛顿州啊、亚利桑那州啊，这些都是在这个美国西部，都是在第9巡回上诉法院的管辖区之内。那亚利桑那州以前大家不太熟，那最近因为台积电刚好在美国的亚利桑那州设厂，所以亚利桑那州最近也渐渐的就是会进到各位的这个视野里面，还有进到各位的这个耳闻里面这样。那阿拉斯加的话，大家就知道，就是那个在北方很寒冷的那个地方可以养雪橇犬的那个嘛，它也通通是在美国的西部，所以都是归第9巡回上诉法院。然后还有就像夏威夷啊、关岛啊这些，虽然在海上，那它也是在美国西部，所以都是美国第9巡回上诉法院管的。那加州当然也是嘛。所以呢，美国的这个第9巡回上诉法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联邦法院就是它的这个案件非常的多。那这一次呢，游民联盟非常的聪明他就不在州法院里面告。那你可以说，这个好像没有什么跨州的重要性啊，这个不就是旧金山本地的事情吗？为什么他可以去联邦法院告呢？还是可以的他只要能够找到理由说他这个会跟别的州也有关系，他就可以去那里告。那再来呢，最重要的一点呢，是因为呢，美国是一个判例国家，那刚好呢，第9巡回上诉法院在2018年的时候有做出这样一个判决，是有利于游民的。所以呢，这一次啊，旧金山的事件，他们就决定要向这个法院提起，因为他们感觉这里面的法官呢比较挺游民胜诉的机会比较大。那这个当时呢，2018年这个判决呢也相当的有名，它叫做 Martin v. City of Boise， 就是 Martin 去告这个博伊斯这个城市。那博伊斯这个城市是在爱德华州，那 Martin 呢就是一个人的名字，那么 City of Boise 是一个城市的名字，所以是一个人去告一个州这样。那这个事情是什么呢？是当时呢博伊斯这个城市它有一个收容所，也是游民的收容所，突然关闭了。那里面的这个游民就突然就没地方去，所以就四散而住嘛。那其中有6位呢，他就是住在这个公共场所，住在马路上，结果呢就被警察呢认为他违法，就传唤他去，就是要给他开罚单处罚他这样的意思那他们有一个所谓的反露营法。那反露营法其实像我们台湾也是有一定的罚则的嘛，就是违反社会秩序这样，或是你在国家公园里面随便露营的话，你可能就违反国家公园法嘛，类似这样子。但是当时呢，2009年出的这个事情，一直到2018年才判下来所以你看整整经过了9年游民呢，要是真的在等今天大老爷给他的一个沉冤昭雪之日，要等9年，那这也真的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所以博伊斯城市的这个事情是在2009年发生，2018年这个判决才出来。然后呢，联邦第9巡回法院的这个法官讲说，如果这些游民呢没有足够的收容所，或是没有足够的床位可以收容的时候呢，警察不能够执行反露营法。那这一次加州的事件就跟这个2018年这个判决很像，所以他们就很聪明，他们就去跟同样这个联邦法院告，而不要在他们州内自己的州法院告。那当然呢，果然啊，在2022年去年年底的时候呢，联邦第9巡回上诉法院就做出一个禁制令就是说 injunction， 大概是像我们台湾有所谓的这个叫做定暂时状态的假处分这样。那这个就是说我先暂时这样定下来，我先保护这个游民，不要让警察驱赶，可是呢，你们还可以继续的呢再提出你们不同的意见。当然这个旧金山的这个市政府他就不满嘛所以他们就继续的上诉嘛。那在今年8月左右的时候呢，这个法院就举办听证会，就是听听正反两面，听听所有老百姓的这个说法想法。可是他在9月5号的时候，他的判决下来了，他仍然维持就是他驳回了这个旧金山市政府的上诉，他就是维持说不可以，你们还是不可以对游民呢做出这个驱赶。可是呢，可以分成2种不同状态的游民一个就是说呢，他是叫做非自愿性的游民，他没有地方可以去。那另外一个叫做呢自愿性的游民，就是呢你们已经给他安排了收容所，但是他不去那对于这种呢非自愿性的游民呢，你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安置他，那你不能驱赶。那对于这种自愿性的游民呢，他是已经有地方可以去，可是他不去，那这种你可以驱赶。所以呢有做出这样的一个让步跟妥协。那各位可能都不太能够理解，就是说为什么如果已经有收容所的床位，还会有人不愿意去呢？
那这个就是要牵涉到呢，这个街友跟游民他们的这个心理状态，因为他们有时候是不想要受到收容所的约束，收容所它有固定的宵禁时间，你几点以前一定要回来，然后它还会规定你呢，就是一定要清洁啊、刷牙啊、做什么事情，这样就是会有一些限制啊就让人家觉得不舒服。然后再加上就是说呢，这个收容所呢，它也不会给你设立在一个生活机能太好的地方，因为这边可能地价比较贵，所以也许他们设置的地方就是有一点比较偏远一点，然后这个街友会觉得他们在那个地方比较不容易乞讨到食物所以这生活机能不好，所以他们也不愿意去。那还有一种情形就是呢，其实街友他是习惯了他的这个自由的人生，不大愿意被放进去跟那么多个人放在一起，因为你不可能一个人一间嘛。那像如果你已经长大了，你大概也很难跟人家同住啊，就是一室友好几个这样，你也感觉不自在。所以其实在游民的这个收容上面呢，是有一定程度的困难因为这个牵涉到心理状态的问题。那加州当时呢，他们就是为了要执行一个清理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游民营地，是靠近在高速公路的一个交流道。加州的州长他是认为就是说，这个如果不去整理的话呢，对于这个行经高速公路的驾驶人不安全，对于真正在这边露营的这些游民也不安全所以他认为是应该要去清理。可是受到这个禁制令的关系，等于就是没有办法去执行所以后来也拖了好几个月这样，要层层上报，然后经过审核这样所以呢，这个州长他在今年9月5号的时候呢，发现他们这个市政府的上诉被驳回，然后第9巡回上诉法院还是决定要照这个原来的这个禁制令的方法继续保护游民，所以他是觉得非常的挫折。那为什么他这么的介意这个游民清理的问题呢？因为我们刚刚讲到这个旧金山原来是世界的这个旅游之都可是近几年它这个人口数已经从原来的90万掉到70万了，然后呢，商业也渐渐的都撤离了。那再来的话呢，旧金山的吸毒的情况也越来越严重。那这不一定都是游民造成的但是你可以想象，如果是你的家，你的住家附近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游民集散中心然后在这边露营然后铺盖都放在这边然后所有物都放在这边，周边可能就是感觉上让你觉得比较没有那么清洁整齐的状态的话，你还会愿意继续住在那里吗？你就会撤离嘛，你就搬走嘛。所以你搬走之后呢，这边的这些商家还不能够继续有好的这个销售的业绩呢？当然不能嘛，所以商家也会搬走嘛。然后商家也搬走之后，这一边可能就会渐渐的有空置的商店，或是空置的办公室，或空置的房屋，它就有一点荒凉嘛。那这样吸毒的人呢，他们可能就会来这边进行交易，或是来这边进行享受嘛。那不一定都是游民，可是是不是这个地区就会变成是一个比较 underground 的地下活动的地方？因此呢，旧金山的市长跟加州的州长，他们对这个情形真的是非常的看重就是一直很希望能够清理。那但是各位又觉得说呢，这个游民的这个收纳呢，跟游民的容忍假使你真的给他们设了收容所，但是他们真的就是住不惯收容所，所以呢，他们必须要还是有地方让他们住。那如果你呢，就是去驱赶他们不准他们把他们的这个铺盖棉被帐篷搭在马路上或者地铁站那他们应该往何处去呢？就会有人也有持这样的一个人道的想法。但是呢，一方面呢，如果是你的话，你可能会觉得你也不想要在一个街友的营地的附近住嘛，所以你还是会搬走。所以这是一个两难的现象。所以下一周我们要跟各位的介绍这个游民篇呢，在提到呢，旧金山目前到底遭遇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已经严重到什么地步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大家再来重新的去思考，这个游民到底我们是要人道到什么样的情况，或者是呢，我们可不可以又为了我们个人的生活品质，又去排除这些弱势的人呢？好，下个礼拜再跟各位介绍。